肖战、王一博、刘昊然全没来。今年北影节红毯冷清到令人唏嘘。北影节开幕式红毯刚走完，本以为我跟往年一样，把五花比美，顶流们自带高光，结果今年真有点冷清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不是星光璀璨，是星光暗淡。最大的意外是顶流全没来，肖战和王一博内娱顶流的半壁江山双双缺席。肖战最近《藏海传》创下近5年古装剧收视率纪录，央视刚官宣新剧《小城大事》，按理说正该出来宣团，但他刚进组10日中烟，专心拍戏抽不开身。王一博这2年本来就很少走红毯，也不稀奇。两人上次同框还是年初微博之夜，一出场就赢爆全场。这次双双缺席，红毯直接少了一半看点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圈内公认的电影咖也没来。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。你可能会觉得少了熟悉的身影，有点不习惯，但这也说明他们现在的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尤其是王一博，他这2年更专注在作品本身，而不是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。你如果仔细想一想，走红毯更多是一种曝光方式，但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作品和角色。你减少这类活动，其实是在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你在自己的生活里也是一样，当你开始有选择地分配时间，就说明你在慢慢变得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再说到他们上次同框的效果，一出场就能引起那么多关注，这本身就说明他们的影响力是稳定的。你不需要一直出现来证明自己，有时候适当减少露面，反而会让每一次出现更有分量。至于这次很多熟面孔没有出现，也可以理解为大家都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。你看到的是缺席，但背后可能是他们在拍戏，在准备新作品，在做新的尝试。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，并不是一定要在同一个时间点出现。所以你在看这样的场面时，可以多一点理解，不是少了谁就变得不完整，而是大家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前进。你如果也在做选择，不妨学学这种方式，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而不是被表面的热闹带着走。你慢慢会发现，当你专注在自己的节奏里，哪怕不那么频繁出现，也依然可以被记住，而且这种被记住会更稳。刘昊然和易烊千玺，一个刚有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上映，带播片搭档杨紫琼；另一个电影资源断层领先，带部片单豪华的不行。这种级别的盛会，正是为新片造势的好机会，结果两人都没露面。顶流和电影咖集体缺席，红毯又赶上下雨，冷清的没法看。但也有人趁势上桌，于是就是其中一个。从《封神》第1部被大家认识，那部片子26亿票房，还拿了百花奖。这几年他没闲着，我的阿勒泰豆瓣9.8分，长空之王提名金鸡奖，《封神》第2部票房破12亿。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其实可以理解为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节奏走。你可能会觉得少了他们，场面有点冷清，但换个角度看，他们选择不出现，很可能是在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事情，比如作品的打磨和新的尝试。你如果也在做选择，就会明白，有时候不参加并不代表退后，而是把重心放得更明确。再看于适的表现，你会发现机会往往留给一直在准备的人，他并不是突然被看到，而是在一部一部作品里慢慢积累。你如果只看某一个节点，可能觉得是运气，但当你把这些作品连起来看，就会明白这是持续努力的结果。你也可以从中学到一点，就是不要只盯着舞台中央的位置，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总会有被看到的那一天。有的人选择减少露面去沉淀，有的人抓住机会多展示自己，这2种方式其实没有对错，关键是适不适合自己。
还有一点你可以注意到，就是作品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支撑，不管是票房还是口碑，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。你如果在自己的领域里也能这样稳稳地推进，而不是只看短期的热闹，慢慢就会有自己的积累。所以当你再看这样的场面时，可以更平静一点。有人暂时不出现，是在为下一次更好的出现做准备；有人正在被看到，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停下来。你找到自己的节奏，坚持走下去，就已经很有意义了。今年是他第3年走北影节红毯，带着新片4度来的。这片子是纪念长征胜利90年节的重点作品，贵州实景拍摄，请了军事专家把关，阵容有柳叶等老戏骨，于是靠实力上桌，没啥好说的。当你看到这里，其实能感觉到一种很稳的节奏。连续3年走同一个重要的红毯，本身就说明他在这个行业里一步一步站住了位置。你如果换到自己的生活里，也可以理解为，当你持续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，就代表你在慢慢被认可。再看这次带来的作品，你会发现它不是随便选择的题材，而是有分量、有背景的内容。你接触这样的项目，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增加经验。你如果愿意参与更有挑战的事情，哪怕过程更辛苦，但收获也会更扎实。贵州实景拍摄这一点，其实也能看出他们对作品的认真。你不只是完成任务，而是尽量把环境、细节都做到位。你如果在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也愿意多走一步，把真实感做出来，结果自然会更有说服力。还有请来专业人士把关，这种做法其实很踏实。你不是什么都自己扛，而是懂得借助更专业的力量，让整体更稳。你在自己的事情上也可以这样，多学习，多请教，慢慢把标准提高。再加上和有经验的演员一起合作，你会有更多学习的机会。你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了，很多细节会慢慢被你吸收。你有时候不一定马上有很大的变化，但积累会在后面慢慢体现。所以当你看到他说是靠实力走到这一步，其实背后就是这些一点一点的累积。你如果也能保持这样的状态，不急着证明自己，而是把每一步走稳，时间久了，你自然会站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。另一个上桌的是谭健慈，有人觉得他电视剧比电影出名，凭啥上位？人家这次可不是走红毯那么简单，而是北影节官方宣传推广大使，还是首位90后当这个职务。他跟北影节缘分甚，2021年表演贾宾，2025年当评委，今年直接升大使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实打实的。有人上桌就有人边缘，张若昀这次处境挺让人感慨的。当年庆余年爆火，他是男频赛道第1人。这次他带着年会不能停2剧组亮相，一身西装还挂着公斋，网友说他再帅也逃不了一身班味儿。红毯上镜头没几个，内场座位在2排边缘，远离黄渤、周冬雨等核心嘉宾。不是他硬耍自变滑，是他这次只是剧组普通主演，不是核心嘉宾。说到底，红毯就是红毯，顶流缺席不代表落寞，新人上桌靠的是真本事。张若昀边缘也只是暂时的角色定位，能长久站稳脚跟的，从来不是红毯牌面，而是作品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来活力，再见。